大家好，人体内都是富含浪漫细胞的，有的人多些，有的人少些，有的人有条件，有的人没条件。所以呢，这个世界的浪漫的构成参差很大，千奇百怪。差别不是因为人的不同，而是因为钱的不同。2022年的5月20号就是这么一个比拼浪漫、比拼钱包的大日子来的。有意思的是，亿万富婆赵丽颖居然通过一个极其简单的小动作，展示出了一种万语千言、寓意满满的零成本浪漫出来。亿万帅哥王一博则静悄悄地穿上了暖男的毛衣，顺手推开了粉红的窗棂，抬手比出了你懂的爱心出来。于是乎，摩托起飞了，浪漫也售罄了。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浪漫的日子看重的不是浪漫的言语，而是浪漫的表白动作。因为豪爽买单的票子就是明晃晃的进入梦境的梯子，没票子就没梯子，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现实。如果您不服，欢迎您在留言区当中尽情的吐槽新闻我纯属独家，别无分号的铁口论调。只是呢，对于亿万身家的赵丽颖王一博而言，或许远远超越了物质基础的精神世界，其实已经远远脱离了那些铜臭的味道了。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赵丽颖今年年初的一个自我走心、别人走眼的浪漫的小动作，再次的上演了。新闻我特别的欢迎您自行的回顾一下和比照一下新闻我老是能够铁口言中的那些干货视频。在新闻我的眼里，一个人的思想和心路其实都是有痕迹的，有惯性的。爱一个人太深的话，或者说恨一个人太久的话，很多的细节和动作都能够体现出来，都能够折射出来。而一向都特别慢热的王一博，这次被人提前的捂热了、预热了，所以呢，同样也让人有些猝不及防了。2022年的5月20号，浪漫的对白正式的开张了，或者说正式的开始了。这一天跟光棍节一模一样，都是人为杜撰出来的那一种，以圈钱捞钱为目的的消费节目来的。520这3个数字拆开来去读的话，就是谐音出来的我爱您的意思了。跟着呢，我爱您可不是白说的那一种，可是有价的。在视角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闻我的眼里，对于某些人而言，520这3个数字位置稍稍调换一下的话，那就更加贴切了。也就是说，520中的2调换到了前面的话，那就对了。实话实说，一向都特别喜欢凑热闹的赵丽颖工作室，也属于这些人的范畴。过多的论据已经是有的了，所以呢，欢迎您自行的去翻看一下那些过往的新闻干货。因此，在520这么一个盛大的日子当中，赵丽颖工作室自然也不会轻易的放过这个热热闹闹的派对时光的。而且呢，这一回工作室居然一口气放出了2个礼包之多。第一个礼包是转发了一张赵丽颖所主演的《野蛮生长》的怀抱，配文很简单，也就是披荆斩棘，无畏风浪，始终野蛮生长着。这种配文在新闻我的眼里也算是一语双关的了。也就是说，既点题了野蛮生长的人物内在的精神，
也期待着迅速上线的否极泰来。至于说新闻我为什么要说否极泰来呢？之前新闻我关于若干政治大环境的硬核的探讨，还是值得您一起来探讨一把的。至于这张海报的本身，其实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这张海报其实很仓促，其实就是一张520爱奇艺世界大会应景海报来的。主题呢，还是那3个关键字，也就是520了。因此呢，设计感欠奉，写实面居多。海报当中，赵丽颖、欧豪和李光洁3位主演一字排开，有说有笑。而正装的那个大老板赵丽颖，则是坐在了一把简单的折椅上，掏出了当年最新款的折叠手机。这明晃晃就是成功与身份的符号象征来的。而李光洁呢，则是一身年代久远的竖纹西装套装，这在当年也是明晃晃的土豪的标配来的。3个人的背景是火花四溅的钢厂熔炉，再加上太阳风掠过，那整整1个世纪的久违的感觉算是凌空而来了。先我一向都不太喜欢霓虹色调，平添了不少玉环修的那一种氛围感。这呢，的的确确也延伸出了一种剧情如问、岁月如酒的火花感出来。这种火花感对于摩托姐姐而言，则是熟悉的，因为王一博的代言几乎无处不在了。在520这么一个充满告白的浪漫日子当中，王一博的代言自然是首当其冲，承包了所有的粉色的专注的。话说王一博爆火之后，就陆陆续续的带火了小香风，带旺了板鞋圈，让他的代言也跟着水涨船高，吃尽了红利了，让这个王一博也无可争议的成为了一位财报当中也经常喜闻乐见的吃香菜艺人了。作为品牌爸爸的掌上明珠，王一博很多的时候都必须被迫营业。于是乎，重大的人造节日当中，品牌爸爸们发放王一博的福利包，再加送各种王一博的自拍的小视频，都是流量高速变现的纯绿色通道来的。这不，520一经登场，满屏粉色系的王一博就傲娇的现身了。这个一路都是白马王子化身的王一博，在众多代言的统一520的包装之下，居然大变身，一举成为了让人十分抓狂的粉红王子了。这么一种纯爱的颜色，让告白的日子暴风骤雨般的袭来了。肉眼可见的，被动带货的这个小王子520已经是全面出击的了。在这里，希望我真的要佩服品牌爸爸一句了，他们明晃晃已经完完全全吃透了摩托姐姐们的柔软无比、脆弱不堪的消费心理了。这满屏都是粉色系的奶盖王一博，奶瓢一出，犹如奶瓢一眼。恋爱的那一种感觉，轻轻松松的就能够让灵魂和票子一起俘虏了，一道沦陷了。赵丽颖的野蛮生长在520当天专门发放出来了3个人的应景海报出来，这明晃晃的
也是想要去蹭一波双 CP 的流量和期待消费的心理来。后者就不需要多说了，政治大环境让改开居然也成为了鸡肋的话题了。这个打击是突然的，也是没法去评估和防范的。按理说，正午阳光是块百试百灵、百擦百亮的金字招牌来的。正午阳光出品的影视作品，基本上都是爆款预定的那一种。结果呢，这一回，正午阳光出品的这部时代商量剧《野蛮生长》刚刚杀青，就碰上了内卷化严重、内循环刚需的大风大浪。改革开放停止消费的话，野蛮生长就必须呼唤消费了。于是乎，520的海报当中，许半夏上身的这个赵玲，黑长卷发，尽显柔情。大红干练的格子外套，让整个人都显得红火火、风风火火的。这画面感，仿佛手机那头传出来的消费好消息，让大家伙的未来都一下子都充满了足量足足的希望似的。说实在的，这种双 CP 的海报的造型，在整个的拍摄的过程当中就没少见。这些硬核在新闻我的过往的视频当中都能够看到，都有提及到，所以呢，新闻我也就不过多的赘述了。在这个520专属的交钱交货置换电量的热闹的大日子当中，赵丽颖实际上没吭一声，只有一个小动作。而王一博呢，实际上也是没吭一声，只有一个小颜色。王一博的代言，新闻我也没少聊，基本上都算是承包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了。于是乎，但凡在520这样的一个大日子当中，有些需要的人都能够在王一博的身上找到那一种男友力的满足感出来。好玩的是，王一博的香菜鞋就是算准了这一天隆重的开售了，因为标牌就是520的独家发售，所以呢，不管你需要不需要，你的钱包算是没跑的了。于是乎，520独家发售这几个字眼，算是狠狠的拿捏住了摩托姐姐们的一致的软肋了。于是乎，这款香菜特定款女性款的预约量一下子冲破了7万了，男生款的预约量直逼了3万了。这合共10万的预约量，让品牌爸爸们真是狂喜之余，还大玩了一把抽签购买的把戏出来，巧妙的把独家发售加上饥饿营销推上了一个游戏的新高了。因为这割肉花钱居然也抢不到的那一种心理上的痛苦，让一种爱上王一博的欢喜感和亲近感，居然秒变成为了一种生无可恋的危机感和迫切感。这种喜闻乐见的套路，新闻我必须一个大写的福字才行。不过呢，老实说，新闻我对这种设计感欠缺的板鞋实实在在是没有太多的想法的。然而呢，惹人爱让人抢的成分，偏偏就不是它的设计感，而是鞋舌上那个点缀的那一朵香喷喷的香菜而已。这香菜对所有
着迷起航的摩托而言，真的是买到就算赚到的了。买到之后，光是摆在自己的床头，也绝对算得上是一种经得起时间、经得起思念的凡尔赛，再加上吉普赛的话题了。所以呢，王一博的品牌爸爸在520收割到的快乐，明晃晃的比这个王一博的本尊要多得多。这么一种传说中的王一博现象，再一次的以爆款的形式出现了，算是再次的验证了一把王一博的商务价值出来，真的是罗曼蒂克圈的硬通货来的了。赵丽颖的野蛮生长，在520收割到的快乐，似乎还是需要时间去检验的，因为这不是一场短跑，这是一场和幸福同理、和时间较量的长跑来。然而呢，赵丽颖本尊的快乐还是肉眼可见的，至少在新闻我的眼里是肉眼可见的。至于在那些娱乐大 V、八卦大号的眼里，看不看得见的话，就真的是不得而知的了。赵丽颖工作室卡着520，再加上一3一4的肉麻的时间点，开心的送出了第2个大礼包出来，发布了一套以告白气球为主题的照片。照片中，赵丽颖的胶原蛋白依旧是最好的镜头语言了。至于其他背景、构图、色调、滤镜啥的，新闻我实在是无需多说的，因为用力太猛，容易脱臼了。照片中的赵丽颖一身蓝白小套装，超短上衣加上超短裙，让小蛮腰若隐若现了。造型上是简约时尚，都是满满的少女的情怀。这个早早进入到了羽凤型状态的赵丽颖，明晃晃的就是在傲娇着自己的回春，凸显着不一样的自信。实际上，赵丽颖工作室的留言比照片其实更炸。心动一下，告白气球，向你飞去，这些热度满满、热情逼爆的关键字，直指的其实就是照片当中状态回春的那个赵丽颖，手里面牵着的那一个明晃晃的大绿色的气球。告白气球居然是绿色气球，那么替换掉气球这2个字的话，岂不是就成了告白绿色了吗？说到这儿，还需要新闻我再继续的添油加醋、胡思乱想吗？说白了，单单年初的时候，新闻我就其实已经意外的发现了几回绿色的秘密了。说到这，你能帮健忘的新闻我去数一数到底多少次了吗？要知道，王一博本尊就不是一个喜欢表达自己、喜欢过度表现的人来的，甚至他还是一个慢热的结合体来的。只要在一种舒适和熟悉的环境当中，他才会全情的释放自己，全人的投入进去。一种绿色气球香菜味道的氤氲的环境，恐怕才能够让他在专属的520当中释放起来，投入进去的。